叶晨和郎红军被对方用枪胁迫，直接带进了其中一间砖房之中。而这间砖房里没有任何家具摆设，有的只是一条灯火通明的下沉阶梯。两人被一众荷枪实弹的匪徒带到了地下，这里原来还别有洞天。整个地下部分被一条走廊分成了2个区域，左手边是铁栅栏门的牢房，里面还关着7、8个人，而右手边则被一块将近10米长的白布帘子死死遮住，看不出帘子后面到底是什么布置。不过整个地下部分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十分浓郁，甚至有些呛人。除此之外，还能听到呼吸机以及心电监护仪运转的声音。叶晨当时意识到这里应该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室，而且叶晨能感觉到在这白布帘子后面有2个身体非常虚弱，正处在深度昏迷中的患者。这时候走廊的另一端走下来一个约莫50岁左右、黄皮肤的中年人。此人快步走下来，穿过走廊来到众人面前，先是看了郎红军一眼，随后又看向一旁的叶晨，开口问那年轻人：阿亮，此人的身份核实了吗？核实了。被称作阿亮的年轻人连忙一脸殷勤地笑着说道：马叔，这小子就他妈一个从国内跑路过来的倒霉蛋，飞机上刚好跟这个郎红军坐一起，两人聊了一路，聊得挺投机，他就打算跟着郎红军一起来墨西哥当海员，然后就到这儿来了。马叔轻轻点了点头，上下打量了叶晨一番，笑着说道：你还别说，这小子看起来身强力壮，而且又年轻，要是他能够找到合适的配型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说着他对阿亮道：让哈迪克下来看看。好嘞，马叔，您稍等。阿亮连忙应了一声，随后便一路小跑着去了外面。叶晨此时看着那个马叔，故作紧张地问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把我们绑来这里要做什么？马叔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大黄牙，如看待猎物一般看着叶晨，笑道：老子听说一句劝，有些事儿没必要知道得太早，知道得太早了，对你来说除了徒增烦恼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作用。你就在我这里踏实睡踏实吃，具体要对你做什么，你等几天就知道了。说完他看向一旁的郎红军，笑着说道：你叫郎红军是吧？以后我就叫你小郎，这样亲切一些。郎红军紧张地问道：你是什么人？马叔笑着说道：鄙人姓马，中文名叫马奎，你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刚好归我管，所以你也刚好归我管。正说着，刚才那个阿亮带回来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人，印度人戴着近视镜，穿着白大褂，看起来是个医生。这印度人迈步来到几人面前，用英语开口问道：哪个是后天手术的工体？一旁的阿亮连忙指着郎红军说道：他就是。印度人仔细打量了一下郎红军，点头说道：看起来状态还不错，这2天一定要低糖饮食，少食多餐，另外不要给他服用任何药物。郎红军吓得脸色惨白，脱口问道：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是要割掉我的一颗肾脏吗？阿亮嘿嘿一笑，冷声道：我倒是挺想割你一颗肾的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能跟你配型成功的患者，不然的话就能一场手术挣2份钱，甚至3份钱了。郎红军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是紧张，连忙问道：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印度医生看着郎红军笑道：为了后天的手术，很多事情你还是不要这么早知道的好。马叔这时候对阿亮说道：哦对了，有件事还没来得及通知你，一个加拿大的尿毒症患者跟小郎已经配型成功了，对方愿意出20万美元换1颗肾，我给他开的价码是60万美元买2颗，对尿毒症患者来说
双肾移植的机会可是非常难得的。阿亮一听这话，顿时喜上眉梢，脱口问道：那他同意了吗？马叔笑呵呵地说道：说是要考虑考虑，但我敢肯定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如果他答应了，后天就一起做手术。印度医生哈迪克脱口道：马先生，后天我本来就有3台手术，做完还要回美国，要是再加一个双肾移植，估计就要到后半夜了。马叔笑着说道：没事的，哈迪克医生，你辛苦一下，到时候我给你加$5000手术费，等手术结束后就让阿亮送你去机场。哈迪克听了这话，圆溜溜甚至有些外凸的眼珠子转了几圈，随后摇晃着脑袋说道：既然马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辛苦一点，多做1台。郎红军此时已经隐约听明白了对方的勾当，本来就不知道对方后天想从自己身上取什么，现在竟然说要给配型成功的做双肾移植，要真是割掉自己2颗肾，自己不就死了吗？想到这，他整个人恐惧不已地说道：你们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，难道就不怕被抓吗？阿亮笑道：丧他妈什么天良啊，弄死你就是丧尽天良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死了你一个至少能救活2个人，说不定还能再让1个人重见光明。人都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们杀1个就2个，2减1等于1，这他妈不就等于平白救了1条人命吗？功德无量啊，我去。郎红军吓得浑身发抖，脱口问道：你们到底要对我做什么？阿亮看向一旁的马叔，开口问道：马叔，这事儿能告诉他吗？马叔此时看着郎红军，残忍地笑道：不瞒你说，有个心脏病患者跟你的心脏配型成功了，他后天就来墨西哥做手术，要把你的心脏换走。如果加拿大的客户也谈妥的话，那他后天也会过来把你的2颗肾脏换走。另外，因为移植眼角膜不需要配型，所以我们有可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再找一个需要眼角膜移植的患者。郎红军吓得瘫软在地，一时间只觉得五雷轰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阿亮看着他，乐呵呵地挑眉说道：老哥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你的用处大着呢。郎红军瞬间崩溃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哀求道：我求求你们放过我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，你们要是把我杀了，我的老娘、老婆还有孩子以后就全完了。阿亮笑道：都费尽千辛万苦把你骗到这儿了，哪有放过你的道理？说着，他转过脸对叶晨说道：哎呀，你也是有意思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你说你这运气可真他妈没谁了。哈哈哈哈。叶晨这时候倒是一点都不害怕，他看着那个阿亮，好奇地问道：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？